想都不敢想，苏州呢这回也要快撑不住了，大量的外资和工厂都开始撤离。现在呢，大街上位置稍微偏一点的地方，那门店住房全都是空的。前2天呢，我去了一趟吴江的零工市场，那凌晨5点钟，汇集了大量的临时工，都没有活干。其实往年呢，这个时候应该是最忙的。这几年呢，因为中美贸易争端呢，我们东莞的外资工厂越来越少了。欧姆龙把工厂搬到泰国，光宝把工厂搬到越南，我们身边一个个熟悉的 logo 慢慢消失，我们东莞工厂也是越来越少了呀。记得当年全球电脑配件东莞制造，东莞塞车世界缺货，东莞的出路在哪里啊？当外企撤离中国，苹果滚出中国，特斯拉滚出中国，日系车全部滚出中国，我跟你讲，如果没有外企的存在，所有的国产产品呢，至少涨价100%，包括矿泉水，你信不信呢？真的不能再让更多的外资企业离开我们了。大家看看这2年走了多少，带走了多少就业岗位，带走了多少 GDP 和税收。我特别不能理解那些特别排斥外资企业的人，然后只要外资一撤，他们就一个个高兴的不行。这个民族自豪感难道非要体现在这个上面吗？我们明明是在打开国门互相交流，然后好好的去谈生意，最后达成的结果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有什么不对吗？一个巨变的时代正在到来，中国外资已经出现断崖式暴跌。2月14号，中国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45亿美元，与2021年的峰值3440亿美元相比，降幅高达99%。另一方面，中国国内企业加速将资金转移到海外，全年对外投资达到1730亿美元。出大事了！全球金融巨头贝莱德把上海的2座大厦卖了，原因是因为他们也不向银行还贷款了。贝莱德拥有全球级操盘手以及顶尖团队，你来大 A 也得躺，你来大 A 也赚不到1分钱。贝莱德不仅从我们金融行业全面退出，也从房地产行业全面退出。瞧着现在，国外汽车品牌在中国市场都卷歪了。不过不是比销量，比车有多牛，而是拼谁给员工的遣散费高。大众 N+6， 保时捷 N+6， 丰田更狠 N+7， 这是他们在中国走下坡路的实锤。可真正可悲的是，咱们国产的自主品牌，还有咱们这些苦哈哈的打工人。外企纷纷退出中国市场，哪些方面会受影响呢？从经济角度看，就业压力肯定是要增加的，因为外企它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尤其是沿海地区和制造业领域外企撤离呢，大量工人失业，对家庭生活的负担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那如果这个时候国企站出来，提高自己的福利待遇跟薪资，那肯定是会攒一波路人缘的。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呢，外企吸引了大量有才能的劳动者，撤离可能会导致国内人才的流失。苏州现在的失业情况你可能真的很难想象，听起来呢，甚至会让你觉得有点难以置信曾经苏州可是号称宇宙最强地级市，毕竟经济确实是发达，到处都是机会。可现在呢，因为大量的外资企业都撤离了苏州，搬去了东南亚，整个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资一走，不少企业呢都开始裁员，尤其是那些电子代工厂有从开年一直到现在都找不到工作的网友说，今年真的太可怕了，好多工厂倒闭，全中国有几亿人都没有工作，真不知道年轻人的房贷、车贷该怎么还。14年科技巨头一夜崩塌，曾经风光无限的东莞华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突然宣布停工停产。这家成立了14年的科技巨头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员工们开工即失业，供应商们血本无归。我们国家的制造业工厂现在是怎么回事人家越南那边的工厂订单都排到明年年底了，我们这边很多工厂连订单都没有，人家印度的是更离谱可能都排到了26年了，而咱们这里还在说什么制造业寒冬，甚至呢很多工厂都没活干，现在都开始放假了。朋友们，一个亲戚的工厂倒闭了，你看这么大的工厂这么多设备就这样丢掉了，这个叫油压机新的，你看膜都没撕哎呀，真的太难了。
太难了，这个怎么办呢？做老板真的压力好大。东莞还会倒闭多少工厂？今年一觉醒来，就又有不少工厂停工停业，大厂纷纷倒闭。制造业以后该怎么办？今年你的工厂有接到订单，有活干吗？干啥行业也别开厂。这是一个开厂10几年的老板对我讲的话。为什么现在东莞工厂经济这么差？难道开工厂都不挣钱了吗？兄弟们，又有工厂倒闭了，现在就剩一个保安亭了，全部推倒重来。现在的这些工厂真的很可怜，有多可怜？可怜到不断的压榨工人，厂子就要倒闭。有没有想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劳动法还是难以落实，8小时工作制还没落实，反而工作时间变得比以前更长了。有人也许会说，这是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可有没有想过，低价的商品背后也有可能是低价的劳动力？外企曾经在中国养活了成千上万的工人，而如今纷纷离开，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今年的生意有多难？刚开工没几天，我已经明显的能够嗅到了这个竞争的硝烟的味道。昨天我有3块面料寄给了一个批布厂，让他给我分析报价，因为客人说都是有实单的，连具体的数量都有了。但我昨天去问批布厂，我说这个价格和详细的规格资料什么时候能有？批布厂说大概到晚上会给你，因为他已经送到了专业的分析机构去进行详细的工艺分析。然后他还苦笑的说，好巧不巧，我一眼看到了分析师傅的桌上还有另外一份跟你样不同样的一份资料也在那边分析。今年会有越来越多的工厂发不下工资，甚至面临倒闭。2024年大家应该都有这个体感，钱越来越难赚了，单子越来越少，而且是大客户的订单越来越少，因为他们也没钱了嘛。以前那些你看不上的小订单，反而成了今年你维持生计的一个关键因素。大家为了抢订单开始疯狂内卷价格，导致大家没什么利润，没有什么现金流。看看各大城市的商圈，很多商场都是门可罗雀，甚至直接关门大吉。以前普通的民众要是想在商场里面开个店，那个门槛是高的吓人，不仅是租金贵，有的时候好的位置你要是没点关系还真的是抢不到。再看看现在商场里到处都是空置的商铺，写字楼里也是冷冷清清的，勉强在生死线上挣扎。你看这一排都啥情况啊？全部都倒闭了，商场里一个人都没有，才半年的时间就变得这么冷清，真的是太吓人了，这幅场景。看得出来这个大经济都下滑了，以前可火的这个商场全部都关门了，没有一家开门的，就一个华润超市和一个大铁勺在开门，全部都关门了。这是什么情况？就跟进了鬼城一样。有人知道这是武汉哪个商场吗？全部都关了啊！这些房东啊，他妈的可能也很上火，都说电商不死，实体店永无出头之日。要想经济复苏，要想让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还能干得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切断所有的电商，让所有经济得到内循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本地赚钱平台花，我们在自己的城市里工作，却不在自己的城市里面消费，全给平台薅走了，地方经济得不到内循环。现在为什么自己这么难过？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顺便再加一个万达广场，这3个前世界500强都倒在了这个地方。旁边就是国美电器，已经破产了，而且这套房子也在法拍。对面就是新街口的音像会，曾经何时内部都卖到5万多一个平方，外部更是10多万一个平方，一铺难求。现在呢，2楼的沃尔玛已经搬走了，寥寥无几的商家还在营业，房价直接腰斩，跌到2万多一个平方。我身后就是苏宁，前几天发布公告，苏宁破产重组了。2025年的2月到6月，即将迎来实体店的又一波关门潮。总有人不死心，总有人想创业。看看这么热闹、这么繁华的商业体系，有几个人在逛街？今天还是礼拜6，总有人不死心，总有人想着拿着自己一辈子的积蓄出来开个店，是不是开个实体店，想赚一笔。但凡现在你有一个工作，老板能给你开出工资来按月，他都是一个好老板。不要轻易的跳槽，不要轻易的换工作。更令人唏嘘的是，因为失业率太高，不少本科生、研究生都加入了跑滴滴、送外卖的行列。因为这几年就业市场真的是太卷了。昨天接到我们公司的通知，马上要开始降薪裁员。我知道这个是个大趋势，但是没想到发生的这么快。昨天员工情绪都非常激动，领导的回复
给我的感觉就是没回复。怎么说呢？你只能先去接受，因为现在大环境不好，你只能先做着。变相的降薪裁员，这不是逼着员工去做摆烂吗？有一个外卖小哥，现在啊，大冷的天睡在外面，睡在地上，我都冻得不行，流鼻涕。你看，睡在地上。现在是单量不够，价格还低，双减。外卖小哥都这么难了吗？是遇到困难了还是咋回事啊？早上吃饭没有啊？对不对？来，咱看看。兄弟，你这个是咋回事啊？没钱住房子还是？这天这么冷，睡在这儿行不行啊？没钱。龙华汽车站，好多人在这里过夜。现在是早上7点多，今天的温度是12到18度。昨晚在附近的网吧上了个通宵，早上路过这里来看一下。现在是冬天了，在这过夜的人比夏天少了很多。早上还是有点冷，有人已经睡醒了。旁边的麦当劳也有人趴在这里睡觉。这里是广州，在广州有很多外卖员和打工人睡桥洞，他们被身上的车贷、房贷、下贷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为了肩上的责任、节约开支，蜗居桥洞，舍不得租房，在这里风餐露宿，在这里不用交房租、水电费，把省下来的钱寄回家养活一家老小。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留宿街头呢？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